东汉末年，群雄逐鹿，谁也没想到一场足以改写三国命运的暗流，进城刘备的菜园悄然展开。当曹操的心腹突然闯入，只留下一句“丞相请你”，刘备心头一紧，这一趟是赴宴还是赴死，无人知晓。只有压在天空的乌云在暗示，一场看似平静的会面，背后藏着刀锋般的试探。黄巾起义时，有很多有势力的人在地方招募士兵，联合朝廷一同镇压起义军。在攻打颍川黄巾军的时候，地方军阀曹操和官员卢植几乎把起义军全部斩杀，两人因此得到皇帝的封赏。东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其中曹操被封为济南相。董卓掌权后，曹操不愿在他手下当官，后来王允联合大臣们反对董卓，曹操带着自己的人马加入其中，还在诛杀董卓亲信时立下不少功劳。再来说刘备，当初他带着一批人加入到镇压起义军的队伍中，后来黄巾起义结束，刘备他们便投靠了实力强大的曹操。关羽和张飞是难得的作战军事人才，曹操自然很欣赏他们。至于刘备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也不懂得出谋划策，加上他还是汉室后代，曹操不但不赏识他，还对他充满戒备，生怕刘备会用汉室后代的身份号令天下。曹操之所以这么担心，是因为他在董卓之后也做出了挟天子令诸侯的举动。曹操把汉献帝囚禁在自己身边。初平3年（公元192年），董卓旧部李傕、郭汜等人以为董卓报仇为借口，率军攻陷长安，杀死司徒王勇等人，掌控朝政达4年。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汉献帝成功登迁至洛阳，并在曹操的控制下迁都许都（今河南许昌）。李郭之乱结束，进入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。曹操的所作所为和董卓没有两样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原本不受他赏识的刘备居然被封为左将军，这让刘备胆战心惊，害怕自己哪一天就被曹操给杀了。关羽和张飞也很为刘备担心，可是他们两人经常要带兵在外打仗，总不可能一直守着刘备吧。想来想去，刘备干脆躲在家里种菜浇花，对身外事一概不过问。自从袁绍和董卓产生矛盾，跑到冀州之后，就在当地大肆招兵买马，扩充势力。没多久，袁绍手下就有了10万大军，俨然成了地方一霸，而他也有拥兵自立的打算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曹操心里很是不安，身旁有个刘备已经足够头痛了，袁绍又要和自己争天下。想到这儿，曹操决定先探探刘备的口风。这一天，刘备正在自家菜园里忙碌着，突然在曹操手下当差的许褚、张辽带着随从冲了进来，要把刘备带去曹操府上。刘备吓得不知所措，胆战心惊地问出了什么事。张辽和许褚并不搭话，只是再次说明是曹操请他前去。刘备无可奈何，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计，随他们离开了家。到了曹府，曹操笑着出来迎接刘备，说：玄德在家可做了一些大事啊。刘备一听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正要解释的时候，曹操带着刘备来到后花园，又说：难得你有闲心在家里种菜浇花。听了这话，刘备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。他连忙拱手对曹操说：只不过在家闲得无聊，就种些菜打发时间。曹操说：刚才看见树枝上梅子青青，忽然想起去年征讨张绣时，道上缺水，将士们都口渴，我心生一计，用鞭虚指说前面有梅林。军士听了这句话，嘴里都生出唾沫，才不渴。现在看见这梅子，觉得不可不赏，又当酒馌煮熟，所以邀请使君来小亭一会。说完，曹操和刘备走进花园中的小亭子里，两个人把酒言欢，喝得十分尽兴。酒过半巡，天空突然变得阴暗起来，大片的乌云压得低低的，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曹操起身，站在栏杆前眺望天空，刘备也站在旁边。曹操问：玄德知道龙有千变万化吗？
刘备说：“属下不清楚，愿闻其详。”曹操说：“龙可以变换各种形态，或大或小，腾云驾雾，还可以隐身。当它隐身藏在某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必定会有异象出现。世人经常用龙来比喻英雄。我想你以前在外奔波，见识丰富，一定知道当今世上谁是真正的英雄。”听到这里，刘备总算明白了曹操的真实意图。他想糊弄过去，可是曹操不吃这一套。于是刘备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，大咧咧地说：“以前总听别人说袁绍出身名门，世事三公，如今他在冀州拥兵10万，手下有不少能人谋士，想必英雄说的就是他吧？又或者是袁术，兄弟二人都有统治者的风派。”曹操不屑地说：袁绍只不过是一个小人，看到利益就奋不顾身，碰到困难又退缩不前，根本担当不了英雄的称号。而袁术更是不行，早晚我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刘备又说：听说有一个名叫刘景升的人，名声也很响亮，也许他担得起英雄的称号。曹操更加不屑，那种人只是空有外表，没有一点真才实学，一点儿也不挨边。刘备再说：江东孙伯符怎么样？他可是万人敬仰的领导者啊。曹操摇头否定，刘备还说出了刘璋、张绣、张鲁、韩遂等人的名字，都被曹操一一否定。刘备说：我实在想不出来了。曹操转过身，用手指着刘备说：如今天下间能算得上英雄的，只有我和你而已。刘备慌了神，不留意把桌上的筷子掉到地上，正巧天上响起一声惊雷，刘备连忙调整表情，弯腰把筷子捡起来，对曹操说：这声雷真是吓人，害得我连筷子都掉到地上去了。曹操问：男子汉大丈夫还会害怕雷声？刘备答：雷声响得毫无预兆，害怕也是应该的。说完在心里长吁一口气。还好曹操没有怀疑。这次饮宴之后，刘备和关羽、张飞商量该怎么摆脱曹操的控制。没多久，机会来了。建安4年，公元199年，袁术欲乘下邳北上投靠袁绍。曹操令刘备与朱灵、陆昭出征，前往下邳截击袁术。夜间，刘备立即东行。陈馀、郭嘉再次劝曹操，曹操于是派人去追刘备，但已追不上，袁术无法通过下邳，然后退至寿春，很快就病死了。刘备到下邳，朱灵等人返回。刘备于是杀死徐州刺史车胄，留关羽守下邳，自己回到小沛。昌西起兵反曹操，徐州众多郡县也响应刘备，刘备的军队达数万人。曹操得到刘备逃跑的消息后，气得火冒三丈，后悔没有早一点把刘备杀死，现在反而让他得到了立足之地。